好了，各位，搞了半天，我想說怎麼都沒有人上來，原來是我們的這個直播沒有自動打開，但沒關係，我們照樣還是跟各位從頭開始，你沒有錯過任何東西。今天這個下雨的週末，我們要講的是美國的戰爭部部長 Department of War Hexas。Hexas 他在數週前去新加坡參加了香格里拉論壇。香格里拉論壇呢，傳統上都是各國的國防部長或是等位的高官前往的地方，而每個國家會在那邊交換各自的意見，會有一個高峰會。這是一個在英國的智庫所辦的年度最大的國防外交的盛會。那台灣也越來越少報道這個新聞，因為我們越來越邊緣化，不但沒辦法參加，而且輪不到我們說話，所以可能就因為這樣子搞着搞着也就不報了。那但是他不報歸不報，裡面發生的事情還是很重要，而且重要的地方是在於沒有說什麼，跟沒有什麼樣子的表態。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今天更要花時間跟各位討論。在這一個新加坡的會議當中呢， Hexas 講了整整25分鐘，點名了南韓、日本、菲律賓、澳洲、印度8個盟邦的名字，台灣的名字呢一次都沒有提到，0次1次。這位部長什麼都會陪着鏡頭演，他會伏地挺身，他會硬舉，他會划船機，唯一就是一個台灣這2個字他不肯說出口。為什麼？我們今天就來跟各位分析這件事情。今天的定場詩很直白，強而不語師承上，列邦進典圍台藏，百億軍售非戰故，籌碼無聲待平涼。為什麼講到這麼無奈呢？我先給各位看一段有趣的影片。那這個影片呢是怎麼樣？來，你直接看，它就在背景。Bruce Wang Beijing 說好久沒趕上直播了，朱大加油，沒問題啊。今天我還連影片都有啊，我從這個美國的戰爭部網站直接下載，但它太多影片了，所以我也沒辦法全部下載，我只好給各位看其中的一部分。這個 Department of War， 你看到沒有？一開始這一個短髮的穿着灰汗衫的帥哥呢，就是國防部長，美國的國防部長，又叫戰爭部長。那戰爭部長的工作是什麼？廢話，他原來就是國防部長嘛。那但為什麼叫戰爭部長？因為川普覺得你叫這個戰爭部才比較像樣啊。來，我們先從一段花絮開始講起。這個稍早，大概幾週前啊，美國的戰爭部長 Hexas 飛到新加坡，準備要參加香格里拉論壇或者是香格里拉對話。一下飛機，他第一件事情不是進飯店，不是看講考，他跑去停在新加坡的2棲突擊艦 USS Boxer 上，跟一群阿兵哥一起做體能訓練，伏地挺身、開合跳，全程錄影，全程上傳。各位，這不是偶發事件啊，這是這個 Hexas 賀牌的招牌啊。賀牌是怎麼樣子？賀牌就是只要有機會彰顯他的 muscle， 他絕不會錯過，他絕不會錯過。所以你會看到他真的次次都跟美軍的弟兄們說：“來，我是戰爭部部長，我跟你站在一起，你做的運動我也做，你做的訓練我也做。”你看他到德國斯圖加特，一個下着雨清晨，他在停車場跟特種部隊一起拉6角槓硬舉啊，臉都變得很猙獰了。他在 Virginia 的軍營，拿着壺鈴跟士官們一路甩，從天蒙蒙亮甩就甩到天亮。他去馬來西亞訪問，丟下一句話：“我要的是 fit， 不是 fat。”我要的是大家要能夠這個肌肉精實，不是脂肪啦。要打仗的精實
不是養出來的肥肉啊。最經典的一次，這個超好笑的，我覺得各位可以去看。我真心在台灣不知道是不敢得罪日本還是怎麼樣，這個日本的網友笑翻了。今年1月的時候啊，這個 Hexas 的接待日本防衛大臣44歲的小泉進次郎，台灣的青鳥不知道怎麼搞的，說他又帥，英文又沒有口音。我想說鬼嘞，小泉進次郎之前英文都講不出口啊。來，但沒關係，小泉純一郎前首相兒子，年方44歲，他跑去 Virginia 訪問美國。那 Hexas 就是把他拉去軍營，跟美軍第3步兵團 Old Sentry 還是叫 Old Guard 一起做那個 training 循環訓練。結果發生什麼事情？發生小泉被操到輕度脫水，而且他不敢講。然後他說：“各位帶我去給醫護檢查一下。”結果他先給美方醫護檢查，因為大家看他臉色發白，嘴唇也發白了。醫護先去檢查，然後幫他做了一些緊急處置之後，才進五角大廈開正式會議。小泉自己還在記者會上承認，他說：“哦。”那一場 personal training 太硬了，我盡了全力，結果有點脫水。哇靠！你看防衛大臣，2個防衛大臣的對比，就是一個被操到爆炸，然後一個呢簡簡單單的就這麼突破了。我不知道各位怎麼想哦，但是我覺得光講這個小故事，你至少出街先有一個了解。身為一個世界最強國的部長，不管叫做 Department of Defense 或者是 Department of War， 但重點就是他很願意戰，很願意比。4月23號啊，他在西點軍校畢業典禮致辭。根據經濟學人的統計啊，整場演講，他最暗的單字 lethality 殺傷力或是致命性講了5次，和平 peace 只出現1次。他跟畢業生說：“你們就是要當軍官，就是要當戰士，你們要在暴力裡面感到自在，殺傷力就是你們的名片。”各位把這幾個畫面都記住。華哥今天又送了10個萬事通事務所的會籍，今天再收到，各位你的手氣就太差了，記得要打開你願意能夠接受人家的禮物的那個按鈕。來，那我們台灣的國防部長是誰？我們的顧大律師啊。顧大律師呢是什麼狀況？來，顧大律師，我跟大家好好的介紹一下。顧大律師呢，顧立雄，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25歲，職業當律師，人權律師出身。當年洪仲丘案的義務辯護律師，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大律師。他老婆也是不得了，他老婆也是很厲害。王美花一個人就把台灣的天然氣供應搞不足了，就把台灣的電價搞不足了，就把所有的國營事業呢都搞去找那個聶永真來做設計，然後現在呢開開心心的跑去民間財團當獨董。我先講清楚哦，我先講清楚啊。律師當國防部長不是特別奇怪。澳洲、德國的、加拿大國防部長都律師背景，這不是重點，重點是經歷這2個字。你能想象顧立雄部長跟阿兵哥一起拉硬舉拉到脫水嗎？大概很難，因為他是一個處理過無數大案的法律人，不是一個在戰場上待過的軍人啊。所以什麼？我們有開2個直播間嗎？我看一下哦，如果有就帶我再處理一下，因為很有可能是系統設計沒搞好，那讓我把另外一個關掉好嗎？來，
有2個直播間嘛？網友這樣說，我們就認真的看一看。沒有啊，什麼2個直播間？等一下，等。什麼標題封面在春節圍爐大廚？幹！我明明就已經改了，媽還圍爐大廚嘞！大你媽！我沒有啊，你去錯地方了啦！靠北嘞啊！好哦，哎，先不管，幹這個昨天呢，誰沒有給我關掉？希望以後大家做測試的時候記得要關掉，好不好？每次都搞得瞎雞巴弄。而且我這邊關不掉嘞，靠腰嘞，這裡衝哪？來，我看一下，等一下啊，請各位稍等。我跟你講，這很有可能是系統的問題。而且那一個很恐怖欸，那一個什麼春節圍爐的那個直播啊，我他媽怎麼刪都刪不掉，不知道到底怎麼搞的。沒關係啊，好了，大家就回來吧。他媽到底怎麼搞的？這個是背後的一個 bug， 我沒辦法，無法處理。但是現在恢復正常了就好了，不要再春節圍爐嘍，好不好？裡面還有85人，我直接把它關掉了啦。網友說那是春節馬拉松直播第3彈，我跟你講，真不知道這個東西呢。這一集就跟媽會附身的鬼一樣，3天2頭就會自己冒出來，而且你要關還關不掉。我現在好不容易關掉了啊，關掉沒了，就大家就不要抱怨了，沒辦法啊，就是很神秘。我直接把它關掉啊！一豪起奏說：“我剛從圍爐過來的。”來，我們繼續這樣講。那圍爐也不知道怎麼開的，就基本上我就開這一個，但他媽圍爐就給我順便開了。謝謝一豪起奏送的一個公車，叫不想害豬大。Hexes 不是律師，而且他是一個在戰場上待過的軍人。這就是今天的轉折。你可能會想 ，Hexes 這一套肌肉表演，不就是一個 Fox News 的前主播在作秀嗎？把年輕阿兵哥當道具，搞一場 MAGA 的健身大會啊？不是嘛？先別急着下這個結論，因為這個拉着大家做伏地挺身的戰爭部長，是真的到過戰場的人。2005年，他是美軍第1洞1空降師巴格達的步兵排長，拿過2枚同心勳章，還有1枚戰鬥步兵章。記住這一點啊，因為他接下來在新加坡做的事情跟這一點大有關係。他拿的戰鬥步兵章是只頒給真正在敵人火力下執行任務的步兵的，不是給一般的繡花枕頭、掉書袋的家伙，不是。來，我們回到那一場25分鐘的演講啊，那一場演講是怎麼一回事呢？我來為你仔細分析他的演講內容。Hexes 在香格里拉，你看我們後面這個字啊，這個是 IISS， 這個就是英國那個智庫的名字 ，Shangri-La Dialogue， 香格里拉論壇，或者說你要翻作香格里拉對話也都好，但是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對話。在5月30號 ，Hexes 上台，他整場演講的關鍵字自己講了好幾遍。
strong, quiet, clear， 強悍、安靜、清楚。他說，美國，我們大美國要的是夥伴，不是被保護國。We want partners, not protectorates。他說，聯邦不能再白吃白喝了，你要當我們的盟友。No freeloading， 不准再給我搭便車。他甚至撂下一句很嗆的話：媽，我人在香格里拉論壇，我也要嗆你。我說 Less Shangri-La, more ships, more subs， 不要在這邊再開會了。再開會要幹嘛？拿出真本事來。然後他開始點名了，幹香格里拉原來是一個交流的活動，結果變成賀牌幫大家上課啊！賀牌幫大家上課，上什麼課？南韓，你坐在那邊的那一位同學，不是說全世界都是你們的嗎？你給我把國防預算拉到 GDP 3.5%。好，日本雖然高市早苗最近很慘，但是你要給我加速國防轉型。好，菲律賓，你的國防預算要增加12%。好，澳洲、印度、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越南，一個一個點名。一個一個說你們的成績好棒棒，你們的表現很不錯。數一數，有10個盟邦的名字。台灣呢，0次，整整25分鐘，1500秒的時間，台灣這2個字一次都沒有出現。這不是我說的，是美國公共廣播電台 NPR 在報道裡面特別點出來的。Hegseth 全程就是沒有提到台灣這2個字，不是說台美關係史上最好嗎？不是說我們自立自強，美國就會尊敬我們嗎？尊你媽屁！而且真正的重點不是媒體，是我們特別把上一次的狀況拿出來了，我給你看一下。這個我真心覺得幹太遜了吧？你看一下哦，來，同一個 Hegseth， 2025年同樣在香格里拉，那個時候董軍嗎？就是那個中方的國防部長。我一不小心忘了什麼董軍嘛，就2個字了。同樣在香格里拉，同一個 Hegseth， 他怎麼講中國的？他說中國正在積極眼淚奪取台灣，疾言厲色，把話講得很重啊！共產中國 （Communist China）。今年呢？今年不提共軍犯台了，不提奪島演練了。甚至連共產中國 （Communist China） 這個他以前最愛的詞兒都收起來了，他反而說美中關係比過去很多年都還要好。哎呦呦呦呦，賀牌啊賀牌，怎麼這一次忽然之間變了呢？賀牌，來，我不知道賀牌為什麼變了，但我知道的是啊。賀牌這一次的依舊英挺，依舊非常帥氣，但他就不提了。那你說這怎麼一回事呢？我覺得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啊。那我們先這樣繼續講下去。賀牌會變，就表示國際局勢在變，而難怪台灣媒體不講不分析，因為不能聽。不能告訴你，千萬別抬頭 ，Don't look up， 不是李尚福啦，不是李尚福啦，是董軍啊，董軍去年有去啊，今年沒去啊。今年是國防大學副校長兼教育長胡剛峰少將，所以那個成績一下子低很多，那
1年之間哦，180度翻轉啊，他媽跟以前都不一樣啊！台灣這些綠媒、這些綠營的政論節目還在講，哎呀，黃仁勳好棒啊，黃仁勳好愛我們啊！啊呀，黃仁勳到韓國去也會一樣搞啊，請你不要自作多情。仁勳啊，仁勳是一個商人，仁勳當然 BBC 提問的時候他不會講任何讓他自己不利的事情，仁勳當然不會見清德，因為仁勳知道不可以跟中方的一個全球追緝的人站在一起。他原來可能還有機會，有那麼一絲絲渺茫的機會，可以讓 NVIDIA 的東西進中國。他如果跟清德會面了，那就想都別想，你下輩子再投胎吧。所以沒有啦，清德也不要害人家，人家做生意的，好不好？人家做生意的，你們逼他把他自己幾兆的身價往地上砸，是在開玩笑是不是？他又不是 CC 位可以填你啊，但是仁勳沒有必要填你，還跟你去參觀電廠嘞，笑死！來，各位，賀牌說什麼？賀牌說 strong, quiet, clear， 強悍、安靜、清楚。我們要記住的是中間那個字 quiet。這位部長對很多事都不安靜。他對盟邦的國防預算很大聲，對中國的軍事擴張很大聲，唯獨對台灣這2個字，他安靜得不得了。這個安靜是刻意的，安靜本來就是一個訊息。那佩佩豬說：“豬大，我剛下單2箱烤玉米，2箱芒果，1本書，等芒果吃完再繼續下單。告訴你個好消息，我們下個禮拜終於可以開始出貨了，因為我們的紙箱跟包材終於到了。我今天又搬了1人高的紙箱跟包材進辦公室，因為上個禮拜包着，忽然之間沒有包材，沒有紙箱了，你叫我們怎麼出得了貨？所以馬上貨來了，有得包了就趕快出貨。來，第2章我們又講到什麼呢？來，這又是再度要讓很多青鳥玻璃心碎一地呀！所以我可以跟你講，我不用等那個郭正亮講，我早1-2個月之前就跟你說了，黃仁勳絕對不會跟賴清德同台靠近碰面，絕無可能。你想都別想。NVIDIA 的在台灣的公關又不是紙糊的，他知道這個東西會動搖國本，他怎麼可能讓賴清德靠近黃仁勳？都不用擔心，不會發生這件事，好嗎？就這樣想清楚了。我趕緊念一下斗內啊，接下來我們要講的140億暫停的軍售啦。台灣在立法院打得死去活來，結果人家說不賣就不賣啊，到底是所謂何來？你拿了軍火商的錢，通過了預算，然後川普說不賣了，那怎麼辦呢？我不知道啊，干我屁事！我又沒有介入你們，你們吵歸吵，打歸打，幸好沒有打死人吶，不然人死不能復生吶。來。Bruce Wang 北京說：“好久沒趕上直播了，豬大加油。” Bruce Wang 北京說：“挺好的，至少是個肌肉猛男啊，總比那種文弱的律師強。你不要老是在阿布達比笑我們家顧立雄，好不好？”華哥剛也送了10個會籍。Bruce Wang 北京說：“這個海排長學乖了，不是挺好的嗎？就是這樣，人家打過仗，所以人家知道要怎麼樣子收斂，好不好？”壞掉龍九說：“請支持智貴版單人。”阿魯巴老豬兵按讚分享加群熱推購買商品，請問老豬祝福打氣，謝謝。壞掉龍九說人家才不是 CC 位，請尊敬的叫他24億。哎呀，不是27億哦，24億。那怎麼樣呢？這個 Lily 說豬大建議去看看澤倫斯基最新的北約發表會，他公布了許多數據。我跟你講，你不要講了，
我清楚這個過程，澤倫斯基在求和啦。你不要看他貼了那麼多數據，說我們正在贏啊，俄羅斯正在敗退。如果是這樣，那你不要和談啊，你不要去找普丁談嘛。這個資訊我都有在收集，我知道。那邏輯就是要這樣推演的。如果烏克蘭正在贏，如果烏克蘭快要打贏了，他跟普丁談個屁！他媽最好一路反攻到莫斯科去啊！來，在香格里拉論壇的同一個星期發生的第二件事情，一筆大概140億美金的對台軍售傳出被暫停了。140億美金大概是5200億新台幣左右。這件事情有意思的地方是，美國政府關於這一次的暫停給了2種完全不一樣的說法。第一種來自代理海軍部長，他的漢字還真叫高雄，但是那是越南文叫夯操。這個漢字翻成高雄，不是我們那個高雄，好不好？不是我們那個高雄。那他脫口說出了：“哎呀，不好意思，對台灣的軍售要暫停啦。暫停是為什麼？請各位參議員諒解，因為我們是覺得伊朗在跟美國的那一場 Epic Fury Operation 彈藥消耗太大了，我們要先保留庫存。”對啊，貝爾烏沙是說的沒錯啊。很多人說媽幹，不要亂翻，是曹洪，媽是《三國演義》看太多，是不是曹洪嘞？但是因為他是越南人，他是越裔美國人，所以那個字的念法不是漢字漢語拼音的念法。夯操是高雄的意思，好嗎？来，順帶一提哦。伊朗那場仗現在打成什麼樣子？經濟學人6月4號最新的內容裡面描述叫做代價高昂的僵局 （costly stalemate）。記住這個詞兒，我們結論的時候要用。各位，高雄代理海軍部長的話聽起來很合理，但他一講出來麻煩就大了。為什麼？因為等於高雄海軍部副部長承認，美國自己打一場伊朗的仗，就把彈藥庫打到見底，連帶排擠掉了答應給台灣的東西。這讓誰難看？讓戰爭部長難看，讓那位現任美國總統難看。於是週六，記者就跑到新加坡去，務必堵到 Hexas， 問他是不是這樣？聽說你們在打伊朗的時候打到彈藥沒有啦，很丟人吶。Hexas 當場打臉自己的海軍部代理次長，他說高雄次長很棒，但這兩件事我不會把它扯在一起。一個政府有2種說法，那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跟你講，這不是什麼羅生門，不是什麼各執一詞的羅生門電影，這是大家被記者倉促問到，各自在掰理由。差別在於高雄次長講了大實話，公關口徑要聽部長的，部長要想個辦法把那句大實話蓋掉，但真相比2種說法都要更殘酷。延緩這筆軍售對美國來講是一箭雙雕啦。為什麼說一箭雙雕？你來看一下我做的圖，它同時延緩對台軍售達成了2個目標：第一，美國優先，所以所有生產的產品呢，通通給我送到美國彈藥庫裡面去。那你說棒不棒？棒。第二，美國優先之外呢，還要看什麼？還要看，同時可以討好中方啊，
哎，敬平先生9月還要來哎，你他媽的如果提前得罪了他，我得不償失哎，我給你賣個台灣這個坐兒小國幹什麼？你滾滾滾，給我閃一邊去！這才是國際政治的真相啊！你他媽真以為美國盟友跟你媽過命的交情是不是？這叫什麼一箭雙雕啦？第一支雕對北京交代，川習峰會剛開完，把對台軍售按住，給習主席一個看得見的順水人情。第二支雕，美國優先武器留下來，先填滿自己被伊朗戰爭打空的彈藥庫啦。這才是真相，好不好？這才是真相。一個動作，2個目標都達成，多開心！就跟你去全家跟那個 7-Eleven 吃那個剩食時光一樣，開不開心？開心。台灣被犧牲，也不止我們，而且還有更輕的。日本訂的400枚戰斧巡弋飛彈，南韓的軍售案都同步被演了。台灣難得不孤單，但是這種不孤單呢，一點都沒有什麼好安慰的，一點都沒有。哎呦，最近又到了到處停電的時刻啦，各位，那怎麼辦呢？怪林義雄啊，那不然怪誰？去問林義雄啊，現在停電開不開心嘛？他開心就開心了啊，哼，來。可是你要看懂這個暫停鍵哦，你要把事情再倒退回去。我知道我們已經講很多次了，但台灣的媒體跟黨呢，就是不希望我們再提剩食時光、乞丐時光。我也常買，可是問題是我不是不想省錢，我是他媽到6點我就肚子餓了，我今天4點半就吃晚飯了嘞。我們要看懂這個140億軍購為什麼暫停，要把鏡頭往前拉2個禮拜。在香格里拉論壇的這場演講前2周，4點半沒有乞丐時光，所以我是肚子餓受不了，我被迫要叫 Burger King 啊，還拼了命用他的買1送1，好不好？結果搞了半天也沒多省，氣死我了。來。演講前2周，川普人在北京跟習主席關起門來談了好幾個小時啊。Hexas 也有去哦，但你有沒有注意到 Hexas 在北京完全沒開口？他說他在現場親眼見證 ，truly historic， 真正歷史性的一刻啊！峰會之後，川普上了 Fox News 受訪，講到台灣，他說了什麼？他說。台灣最好冷靜一點。他說，台灣離中國只有59英里，而美國在9500英里之外。他說，這比對台軍售現在 held in abeyance 按住不放，是一張很好的談判籌碼 ，a very good negotiation chip。他還說，要不要賣，什麼時候賣，最終決定權在我 ，sole authority， 唯一的決定權是我。我跟你講，你媽的這一段的新聞報道，你知道台灣有那個綠媒多麼下賤，多麼爛？他怎麼寫的？他說：“各位不要擔心 ，Hexas 沒說台灣軍購失敗了，他說在等川普決定。”哇靠！聽起來變得超有希望。他說在等川普決定，他說在等川普決定，你有沒有搞錯？媽的，你拿這個東西騙人，就只有那些傻逼才會覺得對哦，原來川普為了我們在等，幹就不會有了，好不好？你他媽還要在那邊弄，今年都不會有，你今年拿不到了啦，還在那邊講。
靠！我那時候看我都嚇呆了，我說哈，翻譯是這樣翻的哦，新聞是這樣做的哦，讚！而且習主席也跟川普講得很白，他說他不希望看到台灣有任何的輕舉妄動，因為那會是非常強烈的對抗。各位把這些話連起來念一遍。籌碼，那位現任的美國總統川普把台灣2300萬人的命運當成他跟習主席做生意桌上的一張籌碼，明明白白毫不掩飾的講出來。59英里對上9500英里，這句話翻成白話就是：你家門口的事不是我家的事，你急什麼？我不急，當然不急。什麼？賴清德想7月攻擊美國？不要說賴清德了，連蕭美琴都去不了啊！蕭美琴現在在哪？她在帕勞啊，她在帛琉啊。哎，而且川普的表態還踩到了美國自己的紅線。1982年雷根總統任內，美國對台灣做出了6項保證，其中第2項白紙黑字寫着，美國在對台軍售之前不會跟北京諮商。現在呢，不止諮商，把它搬上談判桌，當成跟北京交易的籌碼。40多年的承諾就這樣輕輕的煙消雲散。所以講得明白啊！你看我背後這張圖啊，就是川普的邏輯呀。那是領導的代誌，你離中國太近，離美國太遠，那我能怎麼辦？你也沒辦法。帕勞台灣也翻帛琉啦，但是不好意思，我們給的錢夠多，他才不會跟你們結交了，因為我們會給更多錢。你看一個小國拿這麼多錢，開不開心？開心吶！來，回到這裡哦，我要講一句讓大家很不舒服的話，但是各位，我可以跟你確定哦，我幾乎過去這半年，我完全沒有碰台灣的國防議題，因為這一章的標題就是我個人很明確的看法，我早就知道了，這吵了半天一點屁用都沒有，軍購一定會過，但一定買不到。一定買不到，各位有很多可能憂國憂民，但我已經不憂國不憂民，我現在笑國笑民，哪有什麼不可以笑的？但是你聽了可能不舒服，但沒關係，我還是要講。你看過去這一段時間，立法院為了國防預算、為了軍購、為了潛艦、為了無人機，藍綠兩邊吵到什麼程度？佔領主席台，互相推擠、潑水、丟東西，特別預算卡關，復議再表決。整個社會跟着一起焦慮，一起對立，但我根本不擔心。網友問我說：“啊，你這個國防表決這個東西你怎麼看？”我說：“媽，一邊打電動一邊看呢、啊，我還願意撥一點時間看。我沒有在看那個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不是搞錯了什麼？因為他動畫還沒出，我還在追小說嘞。我問你一個問題哦，那筆140億美金的軍售是要按下暫停，還要放開，是立法院炒出來的嗎？根本不是，好不好？干台灣立法院屁事！你的工作就是通過之後給人家暫停，給人家笑。那你說我擔不擔心那個潛艦？我也根本不擔心，因為他根本不 qualify， 他根本匿蹤也不 qualify。防水測試也不 qualify， 甚至整個系統統整也不 qualify， 我根本不擔心這個潛艦會怎麼樣，因為後面硬要做也做不出來。你不要看台船在那邊放屁，你不要看青鳥在那邊瞎講，你就笑着看它在那邊慢慢做，慢慢走，因為沒有一個智庫贊成蔡英文的潛艦國造，這是因為他自己開心硬弄出來的，就跟綠能20%一樣，黑東西 gay， 黑東西 gay 都沒有。
既然你知道是假的，我也知道是假的，我們幹嘛認真呢？犯不着嘛，犯不着啊。那所以軍購能不能拿到，通不通過，那個按鈕從來不在台北啊，那個按鈕在華府啊，在9500英里之外。按或不按，看的是什麼？看的是美中博弈走到哪一步，看的是伊朗那場仗把美國的彈藥庫打哭了，不是彈藥庫打空了多少？看的是習主席什麼時候要去美國訪問，看的是那個現任美國總統手上的籌碼要在什麼時機打出去啊。你在立法院吵的是我們要不要付這筆錢，華府決定的是要不要把貨給你，你就算過了，對方就算簽了同意書，這個議價書簽了，他也可以不給你啊。實際上，我們的桌子跟美國的桌子根本不是同一張桌子啊！你坐的是用人桌，好不好？真的大戶人家，他在廚房還有一張給傭人坐的桌子跟椅子，讓他在那邊吃飯。傭人是不能上桌的，台灣也不能上桌。你在你那張桌子上面吵得頭破血流，吵得大罷免，吵得媽所有人渾身是火，媽青鳥在那邊打，哎呀，太可惡了，怎麼可以這樣？甚至還有人跑去罵溫華志。幹 Angelica 說，奇怪，以前這些朋友最近為什麼都說我拿中共錢？我沒有拿呀。不好意思，青鳥跟左派就是這個死樣子，不准支持他們不喜歡的人。那你這搞什麼？這搞什麼？來，人家呢？你在你那個用人桌上自己蝸牛角上爭和事，在那邊唧唧歪歪爭，人家在另外一張桌子上看着伊朗，看看北京，看着彈藥庫，就幫你決定了，輪不到你，好嗎？輪不到你。各位，一定有人要問吶。我們在立法院吵的不是都白吵了？我不忍心啊，但是我很誠實的講，在給不給貨這件事情上面，是台灣的立法院很大程度上是白吵的。如果一個立法委員從年初到現在都不出席的話，他對於這個軍購不會有任何影響，不會有任何影響，秒了吧？所以我要說的是啊，我不是要大家放棄民主，放棄監督國防預算，那是我們自己家裡該管好的事。但我們要認清一個冷冰冰的現實，決定台灣會不會拿到武器，什麼時候拿到那一支筆呢？那個按鈕啊，是在別人手裡，是在別人手裡。承認這件事情很難過，但看不清這件事情更危險。而且我要講，為什麼他媽我們的國防部長穿這一個軍服，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小孩稻草人掛了一件下麻雀的衣服一樣呢？你他媽不能把這個衣服穿好，把你的小帽戴好，拉腳、拉撐、拉平嗎？就不行，就看起来這麼軟爛的樣子，看是要騙誰啦？哎呦，一看這樣子，你看到你的國防部長長這個樣子，搞這樣子沒精神，他的衣服穿這個樣子。媽，你去那個 Comic 看到的 cosplay 都比他要強，好嗎？真心很難看，好不好？真心很难看，我就覺得一點屁用都沒有。
你看呢，很簡單啊，我們台北的那一張桌子就是用人桌啦，用人桌聽不聽得懂？用人桌啦，你吵的是要不要付這筆錢，要不要通過特別預算附議再表決，佔領主席台，潑水推擠，藍綠對立，社會焦慮，吵得頭破血流，一點屁用都沒有。華府的桌子是給不給你貨啊？你通過了，我最好拿來跟習近平談。然後伊朗戰爭的彈藥夠不夠？習主席何時訪美？我跟你講，剛有網友講沒錯啦，黃國昌去了美國之後，為什麼回來只提3800億？因為真正關鍵的美國大軍火商其實就那麼多錢而已，就那麼多錢的。看，我說老娘40年前帶戰鬥營都沒這麼軟爛。我跟你講，黃國昌回來為什麼只提3800億加 N？ 因為我們最後過的7800億或7900億，就是美國的大軍火商要的錢。那些小屁軍火商，譬如說這一次來的那個安都瑞爾，他還跑來參加 Computex， 他就是來催預算的，因為沒分到他，他太小咖了，輪不到他。所以他要來哭，但連他也沒有見到黃仁勳哦。所以啊，我跟你講，這個東西我仔細講，我們也要介入誰對誰不對。為什麼國民黨要拉高那麼多？那自然是因為裡面有一些是跟他們關係好的大軍火商嘛。黃國昌從美國談回來的是美國認為絕對必要的軍火商，然後國民黨藍白又加了1倍，那是跟美國友好但不是第一線的其他軍火商，而民進黨的額外4500億、4800億是各種各樣小的 local 的台灣的這些搭便車的團隊。那你說這是怎麼弄的？很簡單嘛，所以你仔細看，為什麼一開始民進黨講說，哎呀不行，你這個東西沒有過之後，我們台灣就分崩離析，就土崩瓦解了，沒有武器了。結果現在變成，哎呀，那台灣的廠商沒有辦法開無人機的，那個無人機產業鏈沒辦法做。你看新北都有那麼多無人機產業，怎麼辦？那廢話嘛，那個錢本來就不是給美國，美國不爽讓你搭便車啦，看還用講，所以啦，你這樣子看了，你就知道為什麼我就每天就躺着。那個軍購內容我根本連分析都不分析。有啦，我之前有曾經分析過一次，講那個海馬士基本上84座發射車的，大概射一次就沒了。所以那個幹嘛那麼生氣？幹嘛那麼認真？不要太認真，大家就笑就好了。所以啊，你看，那我們爭了半天幹什麼呢？來，賀牌這張圖裡面又在拉那個車輪機了。幹，這划船機很累的，好不好？請大家不要小看賀牌啊，旁邊就是那個做到脫水的小泉進次郎啊。你看他在 Virginia 跟賀牌一起做運動，做到脫水，去給醫護檢查。他說：“我幹，太累了啊，受不了啊！”一發就不行了，一發你就被人家定位，然後接下來就被炸飛了，就這樣子。所以啊，來，我們把 Access 這一套演講的框架套回真正的事實裡面。順帶提，我頭旁邊的小泉進次郎，你的體力也太差了吧，操到脫水，靠，他到底在幹嘛？
來，什麼叫做保護國跟夥伴？這個東西有差。我們把 Hexas 那一套演講框架套回台灣身上，你就會看懂了，你就會看懂了。這個家敲欠1633說，希望直播完我家電會來，應該可以啦，因為你的手機還有辦法連上網絡，表示你家附近的那一個這個什麼東西，那個。你家附近的基地台電池還沒用完，一般來講，基地台電池大概有4個小時，所以4個小時之內會修回來。有網友說，你看小泉進次郎的2頭肌、3頭肌小一圈，不止哦，他連心肺可能都輸哦。這個習近平啊，真好吃，說祝朱大成功打贏富國善，繪圖轉身繼續盈利，頻道發東西南北旋風財成 ，YT 扛把子長生不老，永遠不死，愛你哦。好，來。所以，家翹欠說外面很暗。對啦，來 ，Hexas 反覆在講一個夥伴對上被保護國 ，partners not protectorates。protectorates 其實比較像是庇應國或是附庸國。那說什麼意思？是美國要的是有能力、肯花錢、肯流汗的夥伴。不要只會伸手要保護的依賴者，他甚至明講，對那些模範盟友、最有能力、最清醒、最願意為自己利益挺身而出的國家，美國會把他們移到隊伍的最前面，軍售加速、情報共享、產業合作，好處一籮筐。那問題來了，台灣這套新規則裡面是夥伴還是被保護國？如果你是會自助的夥伴，你就排到隊伍最前面拿好東西。如果你被歸類成只會喊美國一定會 protect 我，他會 protect 我，你只是被保護國，你就被晾在後面，必要的時候還會被當成籌碼按下暫停。這就是分水嶺。美國企業研究所，其實這裡是奮進的意思，但是你很難把它翻成中文。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的學者 Zach Cooper 把話講得更直白，他研判什麼？他研判北京很可能拿2件事情當條件：7月 Hexas 計劃訪問中國，9月習主席計劃訪問美國。逼美方把這筆對台軍售案要麼縮水，要麼乾脆不公布。換句話說，台灣的這張籌碼正在被排進別人的行程表裡面。各位，也就是本頻道一直在講的4個字：等價交換。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也沒有白給的防護。你想要排在最前面，被人家尊敬，代價是什麼？是真金白銀的自助，把國防預算拉上去，把不對稱戰力建起來，把自己的汗流出來。你不流汗，就只能等着被別人稱斤論兩。台灣就是被交易掉，而且我跟你講。今天有一個極其白痴的提案，在那個政策論壇上面，他說：“嘿，我們能不能由民眾自己捐款，建立國防基金，支援政府，讓他可以在有需要的時候買武器？”第一個，這一群傻逼青鳥在網絡上灌水很會灌，對不對？各種各樣的了不起表忠嘛，連署一下就過啦。但過了之後呢，我就問一句：第一個，財政部說第一個不可能，違反整個年度預算編列的法規；第二個違憲。
違憲。你有病，你自己要捐錢，你他媽不會去當兵嗎？你又在那邊打字留言說哦，我提議啊，大家應該要捐錢，讓政府隨時有武器可以買。那你就捐啊，你幹嘛要提議成立一個基金？你不會去找沈伯洋，你不會去找曹興誠，你不會去找89嗎？還有3Q 啊，3Q 說台灣的 AI 飛天了，我們的無人機好棒棒，我們的無人機領先解放軍好多好多，這麼多呢？那幹什麼？你不要捐錢嘛，你趕快去當兵，你就去當兵嘛。結果又不要，看看那些人，台灣有難的時候，他們在幹嘛？他們在混，好不好？他們在混啊。曹興誠說要捐的錢，不知道曹到哪裡去了。那世昭會也每天，我跟你講，世昭會就是一個經典的反指標。任何世昭會出來講的東西，你就反着看就對了。連世昭會都跑出來力挺金溥聰，你就知道這個事情有多臭，臭到這一個光頭的，這個甚至不算尼姑，這個光頭的愛講話的人也跑去支持馬英九跟金溥聰，你就知道你要站在哪一邊了，好嗎？那如果世昭會這麼想支持馬英九，你就去挺他，你要不要去馬英九基金會門口拿個牌子啊？真是，我真的覺得很荒謬，這個才叫爛兮兮的地方。來，各位又到了一個中間帶貨的時間了。哎，來，各位，這是我們的6公斤箱子，然後裡面的那個芒果呢，我拿掉了大部分，所以要給各位看，有這個6公斤24顆。啊靠！等一下哦，我要把這個鏡頭弄大一點，不然看不見。現在還有芒果的香氣呢，基本上你拿到的芒果就是裝滿滿的，有全部都是6公斤裝，有12顆、16顆、18顆、24顆的。趕快訂了之後就趕快出貨。那這個是從台灣最早大出的這個，它寄來的時候還不是完全熟，因為它最早採，所以這是台灣最早又香又甜的屏東枋寮屏東什麼？等一下，屏東獅子鄉愛文芒果。屏東縣獅子鄉不是枋寮，屏東縣獅子鄉的愛文芒果。那這個你看這個多漂亮！各位你要訂，他就用郵局的方式郵寄到你家，而且弄得好好的，不用你自己搬，送到你家门口。這邊我也放，也不能放太久了。接下來已經開始有點變熟了，我準備要好好的吃它了。所以各位，趕快下定，而且這個時間可能只有1-2個月哦。獅子好忙，這個品牌，以前還有獅子哎，為什麼今年沒有獅子啊？可惡！獅子鄉公所，好，這是獅子好忙的芒果，請大家好好的做，好不好？屏東獅子鄉，沒錯。然後還有這個烤玉米啊，這個我們已經又賣出去大概快200包了吧？但是我這次一次訂還有一些啦，還有貨，所以請各位趕快下單，好不好？這個是真的好吃，但是我今天晚飯吃得很早，所以還要跟大家講，還有我們這個正好裝1箱的神奇星星罐頭組合。1500，4種口味，好吃的麻辣燙，還有羊肉爐，然後還有牛肉罐頭，還有加價購這個滷肉，還有酸菜。那這個也是下禮拜等我們的紙箱到了之後，就會開始瘋狂寄出。現在也沒辦法。然後酷泰哥，我跟你講，酷泰哥這個東西沒有單賣的哦，酷泰哥還有在做電池你加價購就可以順便寄給你，因為太便宜了。
你直接買，我們不賣。所以，請大家好好的消費。那如果你對芒果過敏呢，就算了，沒辦法。南部下周要下雨，所以你要趕快採收啊！媽廢話，就叫你趕快買啊！這個芒果是甜的，讚！而且下禮拜就下雨，我建議你趕快買。它就在下雨之前，這個馬上就搶收，這是最安全的。今年台灣的荔枝，數量不多，吃芒果過敏的各位就不要硬吃了啦。唉，好啦，最後我們要講一個比較無奈的事情啊。今年天氣對荔枝不利，所以我們今天把所有的東西通通收束成一個結論。一個拉着阿兵哥做伏地挺身，把日本防長操到脫水，看起來最像鷹派、最好戰的戰爭部長，在最重要的那場演講裡面，洞見觀瞻，世界都在看。對台灣絕口不提，把140億的軍售按下暫停。把台灣當成跟習主席交易的籌碼，表面上看，這像是軟弱，像是退讓，甚至像是拋棄。但我請你反過來想一次，這個賀牌啊，是在巴格達帶過步兵牌，拿過戰鬥步兵徽章，真正在敵人火力下待過的人，一個真的打過仗的人，他比誰都清楚一件事：戰爭一旦開打，那個現場有多殘酷，沒有任何一方是真正的贏家，沒有任何一方是真正的贏家。今年聽說龍眼也受到影響了，所以大家就少吃一點嘛。我今年的荔枝我只有吃2顆，所以沒辦法。這個阿卡賽說，今年的荔枝數量，我家只有收到1箱，姑婆寄上來的，往年都不止1箱，除了前年缺水沒寄之外。哎呦，家敲倩說，你跟里長講什麼呢？你要跑去跟蘇巧慧說，你是不是不想選新北了？我這邊停電修不好，就是你們的政策出問題導致缺電啊！不服來辯。所以咯，那你今天要講什麼？你今天要講什麼？你今天要講的是大實話。哎呦，我還是要講嘛，幹！我們國防部是沒有穿衣服的 EQ 爛到這種程度，是不是？每一個人穿起來都媽滴滴答答的。部隊的長官、巡視、三軍統帥，怎麼把衣服給他穿成這個鳥樣子啦？每年漢光演習都會穿一遍啊，每年都穿成這樣子，是怎麼樣子？幼稚園小學生是不是？我跟你講，新兵現在都不能穿成這樣，新兵穿這樣都會被班長罵。所以 Hexas 的沉默延後，他口中講的那句 “strong, quiet, clear”， 很可能不是因為他怕中國，而是因為他怕戰爭。他在用他所有的方式，盡可能的把戰爭往後推，往後推，因為他知道一下子開戰爭，就全部人都要付出代價。當然，我這樣講，一定會有人要打臉啊！而且打臉的人是《經濟學人》，《經濟學人》今天就給我出一篇專題，就打臉說：“川普自己都說 Hexas 愛戰爭，光這一點，戰爭部長就不配坐這個位置。為什麼？來，我把這個故事講清楚。5月底的
5月底的美國內閣會議上，川普拍拍 Hegseth 的手臂，笑着說了3個字 ：“He loves war。”他愛戰爭，他愛戰爭。順便誇他是 Central Casting。Central Casting 像從好萊塢選角公司挑出來的標準零件的部長。照美國名將的傳統，一個真正的軍人聽到你愛戰爭這種話，應該要皺眉頭。結果 Hegseth 在旁邊呵呵呵，陪着呵呵笑。經濟學人掉書袋搬出了2位真正的傳奇當對照組。艾森豪1947年在西點軍校對畢業生說：“戰爭是人類最悲劇、最愚蠢的愚行。” MacArthur 5星上將麥克阿瑟對軍校生說：“軍人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祈求和平。”在真正的美國名將的傳統裡面，恨戰爭是領兵的資格，愛戰爭是詩格。那麼，到底哪一個 Hegseth 才是真的 Hegseth？ 到底是誰呢？是嘴上5次談到殺傷力，被總統當眾虧，愛戰爭還陪笑的前電視主播，還是把軍售按下暫停，把台灣2個字吞回去的老兵？我的判斷是，他那張嘴 ，Hegseth 那張嘴是演給 MAGA 看的，行動才是底牌。別忘了。他當年最主張要打的那一場伊朗戰爭，打到今天變成經濟學人口中那個代價高昂的僵局。一個親手把美國彈藥庫打到見底的人，比誰都清楚戰爭的賬單長什麼樣子。嘴上再愛戰爭的人，被賬單教育過之後，手會變誠實。嚴端會不知道 Hegseth 是 Fox 的主播哦，他以前是節目主持人兼主播啊。而且，就算我這個判讀是錯的，也不影響今天的結論，因為 Hegseth 愛不愛戰爭根本不是重點，重點是那顆軍售暫停鍵按下去的理由。從來不是部長可以決定，是總統手上的籌碼。那這對台灣是好消息嗎？我給你一個誠實的答案，部分是，部分不是。好的那一部分是，美國不想為了台灣輕易開戰，所以短期之內，台灣不會被推上火線，當成大國博弈的炮灰。壞的那一半，也就是今天最傷人的真相是，當一個在9500英里外的人，可以基於他自己的算計，替你決定現在還不要打的時候，他就同樣可以基於完全一樣的算計，在另一個時間點替你決定，現在可以放手嘍，我們同袍不要為了台灣流血，要不要打，什麼時候打，給不給你武器，這支筆從來不在台灣自己手上。所以今天這一集的結論非常殘酷，但我必須講，台灣現在絕對不是一個被穩穩保護着的夥伴，台灣現在是一張被按住的
待價而沽的籌碼。看清楚這張牌桌，看清楚自己坐在哪個位置上，不是為了讓你絕望，而是因為這是自救的第一步。真相總是傷人，而等價交換是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白來的保護，也沒有白來的和平。所有你以為理所當然的東西，背後都有人替你標好了價錢。我順便預告一下明天的直播內容。明天晚上我們要講的是，台灣真的命不好，連唯一一個日本的極右派拿台灣來操作槓桿的高市早苗都快要被弄翻了。你知道高市早苗最近有什麼樣的北爛？他在那個內閣接受質詢的時候，人家問他：“你有沒有看周刊文春對你的報道啊？說你用了很多網軍，說你找了很多網軍，然後最後跟現在這個網軍合作，你有看到嗎？”高市早苗說：“他加入會員要300日幣啊，我沒有看。”我沒有付300日幣的錢，大概就是台幣60元。我沒有付60元，所以我看不到這個周刊文春寫什麼。然後還沒完，質詢的時候呢，又被人家問說：“這不是你的第一秘書講話的聲音嗎？”然後高市早苗說：“不太像的呢。”有點奇怪的呢。那你看，嚴重到什麼程度？嚴重到日本開始出賣台灣的利益了。我覺得我們這樣講，在這個國際輿論上面，這世界上沒有偶然，只有必然。幹等等，這個位置賴桑一直在親我臉，幹不開心。我們還是看賀牌跟小泉進次郎好了。這世界上沒有偶然，只有必然吶。什麼必然？什麼必然？就是當日本跟菲律賓自己談了經濟海域的劃分的時候呢，就表示他的壓力太大，他為了要延續自己的執政，不惜出賣台灣，換取菲律賓的支持，換取美國的支持。不然你以為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你記不記得第一天外交部說很歡迎日本跟菲律賓兩國照着國際慣例跟相關法律規定進行協商。所以我就說我們的外交部長是不是沒讀書？台灣在那個國際法裡面，我們是沒有談判資格的呢。我們沒有談判資格，人家有100萬種理由繞過你，直接跟菲律賓談，結果嘞，一下子這樣子貼，被大家笑之外，那個海峽時報直接講說沒有，日本跟菲律賓其實拒絕台灣參與這一個談判的過程 ，notch out， 把台灣給推了出去，然後台灣才開始說，不對，我要參與，我要參與。我真的覺得大家就說實話，我們會體諒你。結果你不說實話，你只會騙人，你各種東騙西騙，上騙下騙，然後最後被新加坡的媒體《海峽時報》一踢爆，馬上就拉回來了。而且我跟你講，這事情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台灣的戰略想定的單位都是看第一條不看第二條。什麼叫看第一條不看第二條？你只看了日菲談判，你覺得好棒棒，以後這個經濟海域就是交給日本跟菲律賓來捍衛。你沒想到人家一路跑到你家門口之後，會出了問題，就是老共堂而皇之找到理由，在你台灣
東岸到處巡邏。你把這個機會拱手讓給對方了，那你要怎麼講？你要怎麼講？對啊，新加坡的《海峽時報》啊，那怎麼說？你把這機會拱手讓給對方，以前中方還會說我沒有理由啦，這個我不需要去啊，但結果你實際上自己把第一島鏈的位置送給別人了，這怎麼會是一個好的戰略想定？這怎麼會是一個好的戰略想定？你把機會送給了中方，然後讓自己的權益兩邊不討好，沒有人感謝你，懂嗎？沒有人感謝你，那怎麼辦？那怎麼辦？我真心不知道各位到底怎麼講啊！我這樣講。我們剛剛舉的兩個例子，艾森豪1947年在西點軍校講的 "War is mankind's most tragic and stupid folly"， 戰爭是人類最悲哀、最愚蠢的愚行。而麥克阿瑟說什麼？麥克阿瑟說 "The soldier above all other people prays for peace"。士兵在任何人類之中都更應該祈禱和平。所以啊，你自己沒有想遠，你反而助攻解放軍呢。東部海域接下來就一去不回了啦。裴洛西讓你失了海峽中線，現在日菲的經濟海域又讓台灣失去了台灣東岸，你要怎麼辦？我不知道啊，林佳龍你做得好哦。順帶一提，各位，最後阿幹等等，我要貼我的狗皮膏藥了。這個各位，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我們到最後抖內的時刻啦。那置頂的那個連結裡面有我們所有的抖內啊，所有的帶貨產品，還有最近我們又在看賣書了。這個請各位多多買書，我們接下來開始預購，馬上就會送貨到府，已經叫了。所以請各位多多支持。還有現在趕快按讚啊！媽，今天要按讚啊，又不按讚，結果媽。快1000人在線上啊，結果按讚的人不到500人按讚，請大家多多支持啊！順帶一提，我今天忘了講蜂蜜啊，蜂蜜下禮拜也會開始正常出貨，因為我們有了包材，有了這個 T 恤可以塞進去，有了紙箱，我們就會認真的開始寄貨了。那只是下禮拜有比較大的問題，如果一直下大雨的話，我可能要挑着大雨的間隙來寄東西，不知道怎麼辦。所以我跟你講，而且明天呢，我應該會做2場直播，一場是講世界戰爭的演變趨勢，一場是講高市早苗大爆死、大完蛋。而各位，我覺得2場都很精彩。所以，請各位務必要看，看了之後，如果不好，你可以找我退錢。如果你有出錢的話，但顯然你沒有出錢啊，所以我不擔心這件事情了。好啦，我覺得好，今天時間比較短了，大概只有做到1小時多。好了，破500了，是不是？什麼時間？明天基本上11點到11點半之間呢，是中午的直播。因為我的題材太多，所以我中午要趕一場熱騰腾、熱辣辣的直播。然後直播做完之後，晚上7點左右會開高市早苗的晚場直播，7點到9點，好不好？一切順利的話，但是你知道，因為我現在要來辦公室，不能騎 U-bike，媽雨太大了，所以。請各位明天中午一邊吃午餐一邊看直播，然後
這個晚上呢，就一邊吃晚餐，一邊看高市早苗大爆死，慘，真心不知道怎麼樣，好不好？那所以啦，各位，今天我們又到了最後這個投票的時間點啦。今天的內容呢，雖然比較短，比較輕鬆，各位覺得內容好，講的也好的，請按1；各位覺得內容好但講的不好的，請按2；各位覺得內容不好，講的也不好的，請按3。那我們就可以看這個賀牌怎麼樣子繼續的做運動。來，各位一邊投票，我一邊看這個斗內的網友到底有什麼話要講。我看看啦，支付寶現在有2位網友，哇，真不錯！支付寶一個抖4塊，一個抖1塊啊。來，好，什麼名？謝謝你的抖內，應該是第一次的網友，所以第一次沒關係。然後有網友說校長什麼什麼名，說校長只適合當里長。幹，你這麼嗆，只給我抖1塊哦，你這樣對不對？結果我因為這1塊被捕。好，昨天有什麼什麼評說支持朱大，鼓勵年輕人走出去。我一直都鼓勵年輕人走出去啊，敢衝贏一半，好不好？來，然後我看看啊，今天微信那邊有沒有人？這個白小洛說，明天加開一場賺到了，抖給敬業豬，記得明天中午要來哦，中午時間不一樣。然後我再念念看抖內，那個上左下右2AEB 沒有抖內，好，我知道了。Bruce Wang 北京說4點半吃完飯不是北京的時間表嗎？畢業這麼久了還沒倒過來時差，不是的，是我早點吃飯，我就早點來做直播，然後我可以早點睡覺了嘛。YTC 謝謝你的抖內。原說如果重點是安靜，日非經濟海域劃分這件事情，美國有參與咖嗎？沒有，美國根本懶得理，因為他知道你台灣弱到一個不行。謝謝 YTC 的抖內。叮叮叮說仁勳禮貌性的婉拒了校長，趕緊離台去韓國了，好像校長變成了人見人怕的對象。Elon Musk 說當美國的敵人危險，做美國的朋友致命。這個出口物，謝謝你的抖內。Sylvia 嗆說終於到電腦前了，沿路開車聽朱大敲鼓，挺有意思的。Mr. 阿卡塞說剛到家沒多久，支持九哥使用阿薩布魯道具單人阿魯巴朱大活動，請各位網友別吝嗇按讚，手機熱推，有餘力者煩請移駕至阿宅福利社選購精選商品，謝謝。先看直播，晚點從頭看起。Lisa 麗說支持朱大，星期日要住院，星期一開刀，先小小支持。Lisa 麗要開刀，各位我們衝着同樣是網友，要支援他一下，希望 Lisa 麗手術順利，請大家扣個1吧，1，或你要扣6也可以，祝福大家。來，也謝謝 TikTok 這邊的走走跟 Susan， 還有台灣正極身體健康事業順利正極，還有鎖神豬，好哦。來，還有我們的投票也要結束了，幹，我投票是嗎？都0票是吧？哦，好，86%的人認為對一個國防部長而言有過前線經驗，到底有沒有幫助？說有，紙上談兵，最後不是輸就死，再不然就是輸死。好哦，所以希望麗莎莉手術成功，早日康復哦。之後如果要復健，也要很認真，好不好？好啦，今天的直播呢，到這邊告一段落啦，那我們就開心。麗莎莉說謝謝朱大與廣大的網友們，也謝謝你哦。好啦，各位拜拜拜拜拜拜。